很高兴能在今天回来。我知道刚刚的曲子大家听着一定很困，所以让我们开心一点吧。最后一首曲子对我来说有些特别，它写得很粗糙，而且我也有很多年没有拉过它了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。其实校长邀请我来，希望我跟大家说说经验或者建议之类的话，但我想你们应该不想听这些吧，毕竟我小时候也不是很喜欢听别人的建议。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快乐做自己就好了。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人，虽然说出这句话大家会笑我，但我总是在想，我只是拥有了对我来说生命中最热爱最珍贵的事物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它。对我来说，在无数有些沉默的时光里，它始终陪伴着我。它把我一点点照亮，给了我去遇见的勇气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同样，我也想把这份祝福分享给你们。祝你们都能找到对自己来说最热爱的事物，并能够始终坚定不移。祝它能够永远让你们成为你们自己。薯片小姐，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？今年竟然说得这么早，总觉得你似乎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安排。真的可以吗？其实我刚来加州时，很多事情都很不习惯，所以第一年在这里过的生日，我印象很深。那时我有很多事想要去做，但最后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实现。首先，第一件事，翘课。好啦，我知道是有点幼稚。当年上课的时候，学校实在是管得太严了。我过生日许愿的时候就在想，哎呀，我好想翘一次课试试啊。当年的周奇洛可不是大明星，
况且大明星也是普通人啊。果然没有想象中的难。那我来教你。薯片小姐，手给我。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准备跑了。其实我想象过很多次自己翘课的场景，但都不是今天这样。果然，薯片小姐的存在可以刷新我的一切想象。第二件事，吃垃圾食品。没关系，想笑就笑吧。哼。出道以后，我没有碰过任何垃圾食品，连薯片也是多年之后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才终于吃到了第一片。克制，忍住，人字头上一把刀。现在不一样，因为你在啊。好像是这样，没错。但当然不只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所以我似乎不用事事那么完美也没关系。虽然很心动，但还是给我机会，多在你面前耍耍帅吧。比起爱吃零食的周奇洛，我还是更希望在你心中是帅气的周奇洛。这次的车我可是再三检查过了，肯定不会抛锚了。这一次，我想把我的耀眼珍珠带到另一个我心中耀眼的地方。Bingo！ 第三件事，和你来到这个海湾，那当然是因为我早早替你留好了位置。这里是我的家，准确的说，
应该是我14岁那年送给自己的礼物，一个船屋。久等了，你的另一个主人来了。这算是我送给自己的第一份礼物。别看它现在这样，原来四周都很破，空间也不是很宽敞。后来经过我的不断改装，才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去过不少地方呢，我甚至还想过和他一起去南极。不过，不能说没有难度，只能说难度很大。因为总觉得有了他以后，我哪儿都可以去，连大海都拦不住我。那时我经常一个人窝在这里练琴，我很喜欢这里的落日，当年我觉得全加州这里的落日才是最美的。我每次站在海滩上，这艘船、落日、大海是我的独家听众，我总觉得他们在陪着我一起长大。荣幸之至。想听什么曲子？那么这首曲子其实并不是很完美，因为它很真诚。如果14岁的我知道未来有你听到这段旋律，他一定会很开心，像我现在这么开心。其实还有第4件事。当年我写出这个曲子，并不想让它只有小提琴的旋律。我试过很多次，但都没有办法写出相应的钢琴和弦。我也没有办法交给别人去写。这么久了，它还是一直孤零零地被我留在了那里。所以为什么你谢谢你，薯片小姐。这是你的礼物。
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？一定用了很多的努力吧。我可以说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吗？他们都是最好的。谢谢你，薯片小姐。其实，我一直在想过生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第一年，我想是曾经所有寂寞的时光，才让有你陪伴的第一年生日如此特别。第二年，你说生日这一天是感谢曾经很久之前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第三年，你说生日是快乐，以后的任何一天我都会特别快乐。但是今年我有了不同的答案。人总要长大，每过一次生日就要告诉自己，你长大了，有些事情你要学会去理解，去接受。过去我有过很多遗憾，有很多舍不得。我每次都对自己说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虽然我会怀念，但我知道它是没有办法挽回的。但你不同，你陪着我一起，把那些被我偷偷藏起来的东西，都一片一片地帮我捡了起来，拼凑在了一起。我一个人做不到的事，或者我已经快要忘记的事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不再需要去刻意隐瞒自己，我不需要去舍弃任何一个自己。薯片小姐，你找到我了。